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简舒培，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员黄英忠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李博毅，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你看到我们在节目上面的数字，最后到礼拜六要罢免投票呢，算时间，因为如果算到在礼拜五晚上10点钟，所有的活动截止，还剩下50个小时，50个小时，最后呢，对各阵营来说，到底怎么样能够说服所有可能支持他们的人呢？好，包括两大党的主席呢，在今天的中常会都讲话了，赖清德说。在野党抹黑罢免运动最后一里路，大家加油！好，那对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民进党，难道要变成新潮流吗？喊话726蓝绿白出门投不同意。好，那当然除了各自在空中这样一些对话以外，那你把它看到在最近呢，尤其最近在各自选区里面，除了整体的氛围里面来讲的话，各自选区尤其花莲这个地方，好，花莲那自从童子贤到了花莲去要催罢免的票，然后到那地方那一席所谓的捐钱有没有转一手的说法，引起了童子贤跟花莲县长徐榛蔚两个直接对呛，让你先看一下相关的内容。来，我们在地震赈灾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直接协助国小。对，所以说县政府就打电话去恐吓他们说，你不准接受台北来的人直接帮助你，否则的话就对你不客气。一定要叫他们把这个捐到县政府再，反正就是绕一手了。徐榛蔚在这里郑重严正的驳斥，从来没有，也不会，更不可能。感谢童子贤董事长的提出，如果董事长您的提出所实，第一个，请你提出人事实地物。如果徐榛蔚有下令有这样子的指令下去，我徐榛蔚马上辞职花莲县县长，要不请童董事长24小时内道歉，以正视听。好，你可以看得到任俊直接堵上乌纱帽。是，那因为童子贤好，为什么呢？因为好，第一个，当然童子贤在国内来讲的话，科技业啦这各方面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童子贤确实有他的名声啦跟影响力这些，但因为他是花莲人，然后这次呢他回到花莲去，那除了需要宣传说罢免傅崐萁这些以外，因为跟叶爸这些在合体的时候呢，他直接讲了这个鬼故事，讲说学校赈灾那不敢说是不是要多绕一手，他直接讲出了刚才在镜头里面的这些的话。然后徐榛蔚花莲县长直接点名，甚或问他说：“你良心何在？毁人名誉，然后毁县政府的公信力。”然后如果徐榛蔚说他有下令，马上辞职，否则请童董事长24小时内道歉，以正视听。因为他本身是好像是花莲鹤冈人吧。然后媒体报道说，地方人士指出，童子贤长期回馈家乡，在中南区具有影响力，对选民多少会有影响。而整个看起来的话，那这一次，当然你说花莲，因为幅员也非常的广阔啊，所有这些，当童子贤去，你说各自表达理念以外，当他讲出这一段，当徐榛蔚用乌纱帽直接顶戴，而且要你24小时道歉哦，我不知道童子贤会不会道歉啦，因为大家现在一定开始在算时间，这个对未来这50个小时里面会有什么影响？这个不止徐榛蔚哦，这个对这件事情反应很大啊。我刚给将军看啊，包含傅崐萁啊，对这件事情也有动作。为什么？他到处有告诉大家讲说，哎，这个事情没有啊，如果有就这个辞职，但是要求童子贤道歉啊。那当然，我觉得童子贤当然他有他的说法嘛啊。但我觉得他有踩到几个点，可能对于傅家在花莲的目前的处境上面来说，让我不由得不想到，之前不是有篇新闻吗？就讲说呢，这个傅崐萁夫妻啊，地方实力雄厚，这段时间多担待一点，多帮忙吸引一点，就草船借箭的那个草人。对，不太知道为什么国民党当时要放这个新闻，但现在看起来他们真的在承担很多现在外界质疑啊。我跟你讲，为什么讲童子贤的这件事情对傅家会有伤害？04、03花莲赈灾的这件事情，当时收到的善款，到今天为止都还有人在问，善款用到什么地方？花莲县府呢，那时候其实很大被质疑的是说，你这个善款的部分哦，大家可以去 Google 04、03花莲赈灾啊，短短的几天内收到多少钱？那地方其实都一直在看，就是说你的这个赈灾款的部分，这收到的善款是用到何处？
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花莲县府都有出来讲说，他们这个善款要妥善的运用。好，这就回到童子贤讲的这一段话，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说他自己说要去捐钱，然后被人家通知说你的钱不可以直接进到单位里面去，你必须要透过县府的大水库。按照童子贤的说法是说，这个东西好像是要由县府这边统一收了之后，由他们来分配。变成政绩是谁的？变成是傅家人的，不管是徐榛蔚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傅昆萁嘛。可是这件事情，当然现在徐榛蔚有徐榛蔚的说法，然后童子贤有他的说法。可是我把这件事情放一边，我回来谈现在花莲人在过去一段时间质疑的是什么？质疑的是花东建设的特别条例里面有很大一块是每一年在所谓的中央统筹分配款跟你的地方补助款之外，有一笔钱是属于花东的，而他们被用在建设的地方是不是属于地方要的？比如说花莲盖了一个全台湾首创的洗碗工厂，大家那时候还在讨论嘛，说你要去搞东大门的，就东大门说我何必，我的才做多少钱的生意，我还要一个碗几块钱给你去洗。那个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一直被质疑的是县府在资源分配上面是不是符合地方人士的想法跟需求，还是变成你地方上面，我想给你我就给你，不管他需要或不需要。简单的说法，过去有人质疑这个叫做绑桩，那这两件事情性质是不是相同？也就是变成说，这些钱本来是中央给花莲的，可是你花莲结果变成是我想做哪里就做这个，我不想做这个，我就可能就有很多方式让地方在那边等不到的时候，他跟童子贤这说法，他会变成加成效应上啊。他有没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老实讲哦，因为对不喜欢的人来说，不喜欢傅昆萁的或不喜欢徐榛蔚的人来讲，这个定见其实已成。但是对于期待未来可能也有分配权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就重要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傅家来讲，他今天为什么要这么大的大动作出来讲说，不然我就提告。其实我也老实讲啊，不需要等24小时嘛。如果真实没有，其实你就可以提告。我不认为童子贤会道歉啊，因为他很具体的，他是具名去告诉你讲说，我就是有遇到这些，而且我有捐钱，再加上地方其实也证实说，对他捐了很多钱，所以看起来有些钱呢，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文字上面嘛，应该是有一些钱也有捐到地方。那有没有他讲的是说有被人家恐吓哦，说是不准接受直接捐款或是什么的？老实讲啊，童子贤现在说那是他跟花莲县府里面的问题。可是对于傅家来讲哦，因为这一段时间你看童子贤要去花莲的这件事情，谁拿来做成新闻告诉大家？那个人叫张晋。因为对张晋本身来说，张俊本身来说。他也不断的在强调，他也是国民党的议员，虽然他不是，虽然他是无党籍，可是现在看起来泛蓝的这个旗子是大家一直在抢，说我接下来有机会做代表人了，所以呢，老实说啦，花莲县府这一块跟傅昆萁，如果真实要切割的话，那是花莲县府啊，跟我傅昆萁有什么关系？但是你可以看得到的是，童子贤现在的那个说法是认为，整体的花莲的地方资源，包含政坛上面的政治资源，长期以来是由傅家在进行掌控。所以你看他之前讲的那一段话是，那如果他8年又回来当他又回来选县长，那8年又继续这样子过来啊。所以我觉得对傅家来讲，现在面临到这一些，可能动摇的不是那个所谓霸团会不会再更多人被说服。而是泛蓝的这一批人，如果他们也觉得，而且重点是童子贤不是只有讲，他还跑去了花莲，他还跑去了花莲，而且站在张俊的旁边，而且大家一起登上那个车子，不只是他们登上那个车子，你看到有议员什么的那些也大家也希望能够跟着走，那代表什么？看起来原来的泛蓝的阵营的那个团结，在单一选区里面的团结的投票已经分裂了，已经分裂了，他不见得愿意在这一站里面去支持傅昆萁哦，所以我觉得，如果从单纯的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傅昆萁的立委罢免战的保卫战来看的话，可能战线已经拉到了明年的县市首长选举。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在谈的是傅家有没有可能要指定接班人，大家都有传言嘛，找什么乡长或者吉安乡长嘛。那现在问题来了
如果傅崐萁要保住他的立委的这个位置，那跟泛蓝阵营在协调或者在其实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明年的这个花莲县长的部分打破大家过去的想象？因为如果傅崐萁被罢掉，我认为啦，明年花莲县长绝对换，绝对换。也就是说，指定接班人的这件事情，我现在不是讲他2年任期嘛，一定换了，那等于废话嘛啊。就说指定接班人的事情可能不会成真，但如果傅家他现在想要去保住立委位置的时候，反而变成是花莲县长的这个位置里面，似乎是泛蓝现在大家共同在看的那个位置。任俊刚刚讲的，比较保留一点，保守一点。有媒体直接解读，就是到最后大家有没有可能？因为现在看起来花莲各路势力里面，魏家似乎没有很明显的像张俊一样做到这么大拉拉。那毕竟如果都是属于被解读为泛蓝系的话，那有没有可能大家某种程度要讨论看看这一块？那有媒体是这样讲，但先不讲这一块吧，光讲眼下来博弈50个小时。这对不管傅崐萁不管徐正伟来讲，这算危机处理吧？是，大家都知道，剩下50个小时，为什么要在50个小时？如果最后24小时搞不好发酵还不够，但这个一旦发酵，徐正伟为什么要直接赌上乌纱帽？某种程度来讲，我要用最大的动作去把这个可能的伤害降到最低，成功了吗？先讲吧，现在离7月26号剩下2天的时间，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还是要讲，不管针对哪一个蓝营的立法委员，在大罢免的情况之下，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有紧张的啦，这一定会或多或少，政治人物一定会有一些紧张。在这2种情况的压力之下，危机处理越快越好。危机处理越快越好，这已经不用问了。那危机处理的结果很简单，徐正伟县长包括了傅崐萁委员，直接用乌纱帽来赌了，这已经不扯了。因为相信对于政治人物而言，除了犯法的事情之外，乌纱帽就是最重要的嘛，表示你的政治生涯你拿一下赌注。所以这个已经是我相信非常的有把握，他一定没有讲过这个话，所以才会直接拿这个来赌。那刚刚讲到说他对于童子贤董事长的态度。我觉得为什么会给他1天的时间，应该是还是不希望把事情弄得这么难看呢？就还是如果他，我现在他觉得认为是没有啦，那不要那么难看，也不要浪费司法资源。那希望童子贤董事长能够出来做道歉或者是回应。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老实讲，那明天就一定要告了，因为话已讲出来了嘛。如果不告的话，对，不告的话，那接下来因为如果不告的话，如果要是童子贤没有任何一些的回应或是道歉，对，如果不告，那这整件事情烧就不知道怎么烧了，那又被当笑话了嘛。所以我觉得。话讲出来，敢直球对决，代表他一定没有任何的问题，他一定对于他没有讲过这个话很有信心跟把握，尽快的用司法途径来解决。虽然不是我们最希望能够做到的一个方向或者是使用的方式，但那是最有效的，因为毕竟司法是底线嘛。那我用乌纱帽来做赌注，我相信对民众而言会相信徐正伟县长，包括傅崐萁委员绝对没有做出任何的对不起童子贤董事长捐出来那笔钱的事情。OK， 我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哈。这个如果要用司法解决事情的话，徐正伟急什么？现在罢免的是傅崐萁，县府是谁是县长？徐正伟是县长，这2回事嘛。而且同时徐正伟跟傅崐萁2位，这个不好切开吧？这个对，会不会都被绑在一起？巨荣啊，一审俱审。县政归县政，这也是傅崐萁讲的嘛。县政归县政，中央归中央，我来负责中央，县政是由徐正伟负责。这关于傅崐萁是什么事？不关他的事嘛。那当然，我讲嘛，为什么要说限你24小时之内道歉？因为急，现在告没有用啊。县政府就算去告童子贤，有用吗？童子贤道歉才有用，现在去告他没有用。要童子贤出来说，我错了，我搞不清楚，我这对不起傅崐萁，我搞错了，我误会徐正伟县，这才有用啊，告没有用啊。可是那个超支在童子贤手上，他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他只能以自己能做的最大的方式来做。我觉得将军讲的是对徐正伟、对傅崐萁最有用的，但他们知道童子贤不会道歉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觉得不会嘛，所以他今天才会出来开记者会。但是他今天记者会怎么开的？我先跟大家讲，童子贤什么时候讲这件事情了？他跟叶豹老师是昨天直播的哦，直播。今天早上
县府才有反应。县府第一时间找谁出来反应？找行政处的处长陈建春出来反应，说没有这件事情，绝对没有。童子贤董事长在这个时间会来讲这件事情，一定跟大罢免有关系。这就是刚刚将军所说的。你一个行政处的处长，你应该要维护的是花莲县政府有没有做这一件事情。你干嘛在回应的时候跟大罢免直接扯上关系嘞？对不对？这就让人家质疑你县政府跟傅昆萁就是一家人嘛。你行政处的处长出来反映童子贤乱讲话，危害的是这个大罢免的选情嘛。所以这就是已经有疑义的点。那呢，陈建春出来回应之后，我觉得当然没有灭火嘛，因为他也讲说，我保留法律追诉权。大家要讲说啊，如果真的有问题就提告嘛，对不对？干嘛保留法律追诉权？然后徐榛蔚下午才接受媒体访问，又再讲一次，就你知道吗？保留法律追诉权没给时间嘛，大家没有办法熄火，就说你看你一定心虚，所以才保留法律追诉权不敢告。所以徐榛蔚出来讲说，我限你24小时里面要道歉，要做说明。然后呢，如果童子贤不道歉不说明，你要怎么做？大家现在应该可以预估得出来，你觉得他会道歉？他不会道歉嘛？对不对？他都觉得不会道歉嘛？童子贤，我可以这样认为啦。童子贤身为一个董事长，他都在直播讲出这件事情，他怎么会跟你道歉？一定不会道歉的嘛。那徐榛蔚，我问你嘛，24小时童子贤不道歉之后，你怎么做嘛？再来，徐榛蔚怎么说？徐榛蔚说我没有下令，但我要问你，傅昆萁有没有下令？傅昆萁有没有下令？如果不是徐榛蔚下令，那会不会是傅昆萁下令？那有没有可能是傅昆萁下令？有可能啊。为什么？2018年的时候，2月6号，花莲也发生一个大地震。那一次的大地震，我们的募款捐给花莲的总共19.9亿。你知道吗？后来这个善款的使用，就发现说有8亿的善款全部都给了傅昆萁的条阿卡观光业者。有没有那件事情还被整个渲染开来嘛？然后包含486，包含很多人包含馆长都呛傅昆萁为什么算款乱用嘛？傅昆萁还直接开记者会说，不然我可以退钱嘛？有没有？那时候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傅昆萁，而且那一笔钱8亿19亿里面有8亿全部给傅昆萁的观光业者，都是跟傅昆萁有关的。有没有这件事情？有啊。所以是不是童子贤所讲的事情，就是从傅昆萁所延续下来的？而傅昆萁的团队就等于徐榛蔚的团队嘛？所以徐榛蔚县长需要自己下令吗？不用啊，团队都是同一群人嘛。今天胡仁顺议员更在脸书上面爆料，他就直接讲说童子贤董事长所爆料这一件事情，不是闻所未闻，是花莲的常态。他说当时花莲萧美琴选完之后，这个选举选完之后，有很多的那个帆布你知道他们学校花莲的学校都想要借那个帆布来盖红土，因为怕下雨的时候红土流掉，学校又要补很多的钱去盖那个红土，然后所以就去跟立委要的那个大的帆布。然后呢，因为很多人都会担心说政治人物的帆布背面是白色的，然后正面才是我们的脸嘛， 对不对？然后很多人都会担心，就是说让政治人物的脸放在土上面在吃土，大家会觉得不好意思。可是因为萧美琴非常知道徐榛蔚跟傅昆萁的心眼就是不大嘛，所以就跟他们讲说，没关系，你就让我跟这个蔡英文吃土，我们的2个人的脸可以在下面，如果你们会为难，完全不要在意。你知道这是他在脸书上面写的，就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花莲傅昆萁所主导的县政府是多么的小心眼，而且还包含这个胡仁顺也说，他们当时也有帮忙要募款这个棒球队的这个募款要私下募款，然后结果呢，这个团队这个棒球队呢也非常非常的小心，都不敢本来抛出来要公开募款，后来呢被县政府发现之后，马上撤下来，变私底下募款。这都是花莲县的政治人物、民意代表出来讲的，所以花莲县用所谓的发新闻稿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能够去转移这个焦点？我觉得很难。来博要会，我想了，既然已经有下令，好不好？呼吁希望童子贤董事长24小时内道歉，以正视听。没有道歉，我老讲就只有提高，就很单纯了，因为他都已经拿乌纱帽来堵了，这还有什么好讲？所以我想法是24小时之后如果没有任何的反应，那县长可能就要去提高这动作，才能够证明自己的清白，因为大家都在看，一定都在看的啦。
再我要回应一下，刚将军讲到说，明明是罢免傅昆萁，这个徐榛蔚那么生气干嘛？童子贤董事长为什么最近浮出水面来，成为媒体的焦点？因为他罢免傅昆萁啊，他去罢免傅昆萁的时候，徐榛蔚有问题，那代表什么意思？他是包裹一起处理，针对的还是傅昆萁立委嘛？因为徐榛蔚县长不会被罢免的问题，所以为什么徐榛蔚县长会这么急的出来反对？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这整个事情处理不好的话，一定会影响到傅昆萁委员的选举案嘛。而现在傅昆萁委员的罢免案危不危险？我觉得危险啊，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结果，所以每一票可能都会造成最后的误差或改变。所以现在你说以傅昆萁委员跟徐榛蔚县长他们的关系，这个时候一起出来面对这个他们认为不实的消息，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我要强调哈，徐榛蔚出来告童子贤，这是手段，他的目的是希望他道歉。是啊，对嘛？是，他希望他道歉。那可是你认为童子贤会道歉吗？他会讲出这个话，他有十足的把握。将军，你觉得徐榛蔚认为童子贤会道歉吗？没有，他认为他不会道歉。他要他道歉的目的，可不可以这样说？他是做给所有花莲人看的。对，他一定不。现场哪一位觉得童子贤会道歉？不可能，大家都觉得好，多人放心了。机会不高，机会不高。对，他几乎是不会，一定不会道歉的，一定不会道歉。但是呢，他如果不用这种现实道歉的方式，他连一点魄力都没有，那个力道没有。跟刚刚苏佩讲，如果一开始是一个什么处长？行政处处长啊，对，不够力，叫一个行政处长出来开个记者，他已经直接针对县长来指控了，没有处长出来是不够的。对啊，其实徐榛蔚有比告童子贤更好的方式，怎么做？就是把你所有各地募款的金额啪公布，公布，你看有进来啊，也有进到其他一般单位，没进来的啊，都进去啊，你就把所有的募款的明细，去学一下柯文哲嘛，全部贴在后面的墙上，大家来看，清清楚楚的交代，开个记者会。这比告有用啊？那为什么要用告？要用现实道歉呢？因为说不清楚。因为说不清楚，如果一公布出来，说不定会捅出更大的马蜂窝。所以才会用告现实道歉。可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一招我觉得用处极低，用处非常的小。因为第一个不会道歉嘛，第二个你明天去告了，告了又怎么样？告了同学继续讲啊。那这个事情有灭火吗？不是，这整件事情来一中，因为他。整个会影响到好，因为大家讲说花莲这一局呢，包括会不会有外漂族回来投票啦，或什么？最近大家不是还在看这个台铁的车票到底怎么样？就是这件事情透过媒体，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童子贤董事长跟叶爸刚讲嘛，直播嘛，直播完以后，当徐榛蔚直接用乌纱帽堵进来以后，他透过媒体像我们今天这样讨论，他不是单纯在花莲啊。他可能影响的是在全国，那有多少花莲人是在台北工作，在哪里工作？所以他这个效应，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徐榛蔚？刚讲傅昆萁也用乌纱帽堵了，这样对，都堵了，就大家都拿乌纱帽堵，对，要用all in的方式，是因为这个原因啊？不是，他没有说要告啊，他只是说，若我有下令，我马上辞职。就徐榛蔚说，他如果有下令，他辞职，否则请童董事长24小时内道歉，以正视听。一波被梗啊！不是，刚才博意思是说，如果24小时他不道歉，他就会他就只有一件事可以做，就要告。第一个，一被告啥？一被告啥？他被告诽谤名誉吗？一被告啥？这种告这种东西，基本上只是一个动作。他没有任何的实质意义，因为726投票就即将在即。对，他不会有结果。但是他那个动作只是他今天会做这个动作，然后先要他道歉，然后接下来也许他会真的会去提告什么妨碍名誉。他那个动作只有一件事情，我拿不出东西来。我拿不出东西来。我就没物件嘛，因为人讲是属心嘛。童子贤说他跟他公司给了7000多万，教哥这7000多万，人家单据只要拿出来，我给那么多钱，然后最后我们因为被迫，因为他们还要什么要用什么徐榛蔚的名义，他们不要，所以最后童子贤他们只好直接找那个学校说，你们需要什么东西，我帮你盖到好，我就钱就不进花莲县政府。这个东西人家敢讲，人家东西传本，所以现在是变成是徐榛蔚跟傅昆萁整个慌了手脚，引灾啊！我想问这个问题，那请问一下，如果我真的是清白的，那我该怎么办？不，就像刚刚将军讲的，我如果是清白的，在我限童子贤24小时内道歉的时候，我就把花莲县政府过去所有的收到的善款，关于只要童子贤他们那边给的，或是他公司给的，我列出来，然后我一笔一笔的拿出来，因为人家单据都传本，我觉得他没有给县政府，他直接用掉了。不对，我觉得博弈
义讲的是说，如果我是清白，我怎么证明我自己是清白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如果博弈你是徐正伟。你会今天就去告，你不会等他24小时。不，之前我对不对？之前乱批我图的，我也给他。对，等一下再问你那个。对，为什么？因为你一定会马上去提告，你没有嘛？没有，他是理直气壮的，严重的事情。告诉你，如果有人这样对我，我一定当下，他就算是跟我道歉，我也会去告他。为什么？因为你就不能这样对我。所以他的24小时只是在争取缓冲时间。对，所以他不是李博义，他不是徐正伟，不是李博义，所以他才会有24小时，好不好？然后第二点，起码打击的。因为我觉得昨天童子贤去花莲那个动作，其实就是重创傅昆萁。傅昆萁原本还皮皮的，在上礼拜以前，因为花莲的魏家刚刚提到，他魏家贤跟魏家燕他们花莲这个魏家，因为考量到2026的县长那个选举到底是怎么巧的，所以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魏家就不动了。跟张俊。不一样，张俊比起来是不，张俊是明显就是爸。那魏家因为考量到我刚刚讲，因为2026的县长到底是谁要出来选，是不是傅昆萁的接班的那个你刚刚讲的吉安乡长游淑珍，还是是不是要让给魏家贤魏家去选？那民进党会不会推人？这里面的美感很复杂，因为双方的高层蓝绿高层都有去接触魏家，那其实谈的条件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显然没有办法让魏家满意，所以魏家就摆在那边，所以其实。傅昆萁皮啊，想讲，那没有魏家，我其实稳，但是张他拖，而且昨天那一拖有个重创，你知道为什么吗？童子贤的身份很特殊，他除了去罢免傅昆萁以外，他有个身份是民众党所提河山公投领衔人的正方辩论。这件事情重创，因为你大家如果看童子贤昨天在花莲的时候，同一时间黄国昌也在花莲，他跟傅昆萁同台，黄国昌是为了那个河山公投故意搬在花莲，那当然就是要帮傅昆萁。promote， 真没有想到童子贤竟然同时间出现在花莲。黄国昌对小草说什么？童子贤是说真话的人，小草听清楚哦，他是说真话的人。所以昨天傅昆萁在跟黄国昌在同台的时候，他原本是希望可以得到白银的票，白银很多年轻票嘛，现在大家要做决战年轻人嘛。结果昨天童子贤这个白银的正方辩论的代表，昨天他不是支持。罢免而已哦，他是跟着去扫街哦，陪着扫，因为童子贤是花莲人，他太太也是花莲人，所以他没办法接受他花莲23年整个被傅家所把持，所以这件事情他会驱动什么？我讲难听点啦，白银的这些支持者不要出来投同意票，就算很客气的，根本不用奢想他们出来投什么不同意票，所以傅昆萁的不同意票直接不见了，白银这边不见了，然后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对傅昆萁来讲，可能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最新的这个花莲的座位查询表，好，就我们上网去查，有没有位置呢？查，有一个查，意思就是讲，这725到726这挂倒票，这挂每一天的那个车票的那个时间呢，查，也就是说，上礼拜还没那么热。就整个这礼拜开始这个热，当然有人开玩笑说会不会是去看夏恋嘉年华，然后因为花莲县政府出奥包，但是会不会这些年轻人是去？可是我认为如果是要去夏恋嘉年华的他早就订票了因为他一定是订住宿跟那个车票，所以夏恋嘉年华的应该在上旬的时候他就已经订完，所以下旬会去订票的，黑的是。跌掉啊，就是可能讲说，因为你知道花莲最近那个很多教育界都站出来了，包括像除了叶霸老师以外，花莲高中的退休老师，那讲到哽咽，那个画面翠德都在传，他就是说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他恳请他教过的这些学生孩子们可以站出来投票，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花莲的退休校长，他说他虽然是原住民，这一次不能投票，但是他可以影响到1-2千的，因为也是教了几十年的这些老师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教育界这件事情啊。他其实会感动的是这些年轻朋友。我查了一下资料，你知道花莲的北漂青年啊，花莲的那个大专毕业生这5年来啊，在籍工作的比例是36%，意思就是讲有60几%都是在外地。所以，结果60几%外地的这些孩子、这些学生，看到过去的这些不管是国中、高中，或是那些校长、老师们，已经流着泪，花莲的教育界出来恳求的时候。我赶快排天啦，毕竟也是当年教过我是曾经怎么样的这些老师，只要过去老师曾经对我有恩，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啦。这些孩子、这些学生看到，我觉得就算他们原本对罢免是意兴阑珊，看到自己老师站出来我跟你讲，那个只要是老师过去是对他有好的，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车票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些老师？明凤，现在看起来的话，这整件事情的延烧，显然一定会是洞见观瞻的一件大事。所以大家各方的反应都会这么剧烈，但这件事情除了这个以外，因为花莲了，当然重中之重，可是包括你看各方阵营这句话是大家一直在讲，因为朱立伦那时候不是
讲到童子贤，讲到什么？朱立伦讲说，童子贤你要支持罢免，他说你可以对个别委员有意见，但是不可以全面性罢免。那当然说林俊宪委员他讲说，那不要国民党其他立委被罢，那但是希望大家帮他罢掉副根，这林俊宪讲的好不好？可是这一段话一定有很多人去解读，什么叫做个别委员，什么叫做不可以全面性的罢免，然后包括《金融时报》。《金融时报》有一篇里面是讲说，国民党的高层坦言，主张和平没有带来选举的优势，傅昆萁现象需改变。什么叫傅昆萁现象？就是跟带一堆人去中国大陆见王沪宁的事啊。没有，我觉得这个都是说出来很多人的心声啦。因为可是在这个节骨眼说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朱立伦说真话啦。因为我觉得童子贤好，我们先说童子贤跟徐榛蔚。童子贤这东西非常伤，因为有一个企业家出来讲的话，那而且徐榛蔚是用回避式的，若我有下令的话，我怎样怎样。那可是不用你下令呢，你老公下令就好啦。所以这句话是他讲的这种前提是有前提性的，是我下令。那其实。那我才要辞去什么县长的职务，可是那你就是有个 tricky 在那里嘛，对不对？就是说，只要不是我下令，可是你县府的你的意思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我傅昆萁或任何一个花莲县政府有人敢下这个令，对，你要保证嘛，说花莲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你就辞职嘛，因为大家都知道。你要对着镜头再讲一次吗？对啊，花莲如果有这种事情的话，我就辞职嘛，对不对？因为花莲的前8年是你老公做的。林凤姐揪出猫腻了，抓到了，哇，抓到了，徐榛蔚抓到了，抓到，对，这是真的啊，嘛，就是这样，因为大家也知道，傅昆萁对县府的掌控能力也是有的啊。你县政府如果没有说马上你明天就去告，你明天就去告。那否则，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在你也觉得童子贤不会道歉嘛，对不对？当然不会，他一定不会道歉嘛。他敢讲他会道歉，童子贤是谁嘛？对啊，那徐榛蔚他们明天只有一条路啦，就是去告嘛。去告啊，你去告，然后这个事情就继续再发酵。我鼓励童子贤继续讲更多的细节，因为他讲说他旗下这些单位跟这个，他说他跟他的公司。对，就是在接触的时候，竟然接到县政府的威胁。我觉得他已经讲得很客气了，就轻轻带一句嘛。如果你被告了，童子贤，如果你被徐榛蔚告了，你可以讲更多嘛，这是关键啊。如果你觉得你的花莲你觉得说我的故乡，因为这个长期是傅家执政，然后呢让政治庸俗化。然后用那花莲政治品质低落化，我觉得你就应该更挺身讲出来更多嘛。然后大家就讲说，朱立伦讲的话，还有之前那个党中央放的话，就说希望那个傅昆萁可以夫妇可以吸收炮火嘛，那不就印证了吗？印证金融时报也是这样啊。那我告诉你，罢掉傅昆萁之后，可以解救多少人？解救韩国瑜，解救朱立伦。多好的事啊，对不对？韩国怎么解决韩国瑜？韩国瑜就不用每天跟他的总召吵架啊，对不对？傅昆萁我被办个韩国院长都不保了，好不好？我立法院长做不了主，我还提你国民党总召了，否则他为什么不甘不愿去傅昆萁那里？没有不甘不愿啦，很不甘不愿。没有啦。他那个多曲折啊，他走到哪里又塞车又回来坐火车。你说第一次？对啊，第一次，然后去台东。火车，然后又火车走，而且直接开到台东去了，然后又花莲这一解读是不是人中吕布也一样嘛？台东没有这个事情好。第二次呢就走，然后被舆论讲了半天之后，去了20分钟，完全没有嗨起来，没有唱那个军歌那首叫什么？夜袭。对啊，他在哪里唱？他唱花莲之夕。他在桃园唱。对，他在那里唱那个就开启高雄市的竞选模式。对，哇，那多嗨啊！尤其他唱那首的时候，到最后还会说，还记得最后2句吗？他一定会来这个梗。对，然后就把整个同意罢免这样讲出来，对不对？那在花莲就很平静啊，就很像那个还没有夜晚好不好？怎么夜袭呢？他太早去了，他先跑3场。
场啊！真的，你这夜袭只要夜晚吗？夜袭啊！你不是7月26号的8点到下午4点都白天吗？然后呢，你现在就是最大，这也不是我在讲的，国民党中央记者在讲啊，包括傅昆萁也可以帮朱立伦解决问题啊，因为朱立伦当时不小心把朱立伦弄进来，把傅昆萁弄进来，突然帮他选上党主席了，可是现在变成甩不掉的包袱啊，现在就变成说，你只要朱立伦在，然后呢被傅昆萁绑架了，整个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就会长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次大罢免的祸起之首啊。OK。你绑架了整个国民党的立院党团就会长成这个样子，就是这次大罢免的祸起之首啊。OK， 来人就要回应什么？不一定要一次回应一下。好，来，洪子贤的说法有产生一些回应啊，因为刚刚讲就是企业界嘛，通常理论上面来讲，国民党再怎么样，目前也是这个国会最大党。那很少看到企业界那么快的那么明确的表态。所以你看，像这个童子贤写完之后，中研院士朱敬一他有表达嘛就是各位同学，我支持童子贤下课啊。当然有些人去批评朱敬一过往的这个政治的主张跟理念可能不是那么的国民党，但问题就回来了就是说朱立伦那个讲法是比较特别的啦，因为他不是在童子贤讲完之前所说的，说如果是童子贤没有讲这个话，然后朱立伦讲说你可以对我们个别有意见，但你不能搞全面大罢免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就还好，但是特别是记者去问朱立伦说，那个童子贤要支持罢免傅昆萁，你被问这个问题，你回来讲说，那个个别委员可以有意见，但是不要全面性的罢免，你知道说话的时间点的前后是不同的你后面的那一段很容易被解读成为就是好吧，可以啦，你去对傅昆萁有意见，但你怎么样？你们罢团抓大放小把那个大的你们看了不爽的你们的 OK 有意见，但其他的不行。可是朱立伦，你们不是喊一席都不能少吗？你怎么会一个朱立伦的政治资历何止当过党主席而已啊？他当过县长，当过市长，政院也都待过，怎么会被问到特定议题的时候，你讲说不要全面，但前面那个可以有意见？我说真的啦傅昆萁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国民党有些人对他的批评其实有些人为什么会挑朱立伦来做文章？为什么会挑跟韩国瑜来做文章？因为过往这两个人要坐上这个他们现在的位置的时候，傅昆萁在那些阶段里面都曾经帮过嘛，包含韩国瑜后来这个帮选总统后选总统失利完了之后，甚至在部分，但他们在那时候听到的是说，在不分区的时候，大家就有些意见但最少可能对傅昆萁的心里面，他认为你今天有这些，我没有帮到忙吗？朱立伦何尝不是？刚刚敏凤说那时候朱立伦不小心让那个傅昆萁，那时候没有不小心的啦。傅昆萁就想那么带了一大堆的党员。我有讲不小心吗？我告诉你调带子回放，你就是有讲不小心3个字。不小心有挂号大家一定要这样吗？来，我们回放一下。好，确定有。不是，他们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套路嘛，透过那个方式让傅昆萁回到国民党当中。我觉得对傅昆萁来讲，他一定认为朱立伦你今天有党主席的位置，难道不是我吗？好，那问题就来了。我认为是后来傅昆萁在立法院的那个强势的态度，包含到韩国瑜公开讲说有些东西其实不用这样做。朱立伦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会发现到党团跟党中央是完全脱钩的。对这两个，我现在讲朱立伦跟韩国瑜来说，他们不会觉得难堪吗？他们不会觉得说怎么到最后好像变成所有的议题焦点，好像就是傅昆萁要冲大家就只能跟着冲，即使党中央有意见，党团也不接受所以我跟你讲，就童子贤其实挑了一个议题是徐榛蔚很难回应的。我讲一下，他没有说不告啦。他说他不排除提告啦说24小时道歉以正视听，并且不排除提告。但主持人的问题，其实他有没有提告是一件事，但为什么要给24小时？因为只剩2天了嘛。刚刚那个议员提到那个0206的那件事情，如果大家还记得，按照媒体报道，0206的善款是27亿。那个时候的那个善款委员会的执行长叫那个委员会的执行长叫什么？你知道张善政。
后来为了公布账目的事情，张善政说不行，不能公布，也被骂翻了，你知道吗？好，对童子贤来讲很简单，大家一定会好奇你捐钱没有嘛？你有没有捐嘛？花莲县府如果他今天真的有捐钱，那边他必须要开立收据。童子贤只要说我有捐就好了，我就是出具我有捐。至于我为什么捐给县府，童子贤的讲法很简单了，我本来要给单位，单位跟我说不能直接给，他们就叫我要说我捐了，但我听到的是这样，请问法律上你要告他什么？不过这整件事来，不会来，先回应这而且刚才你们听到来宾除了在讲这一段那个，包括徐敦县长跟童子贤之间直接对呛这一段以外，包括任俊跟敏凤的言下之意，有一点好像就是朱立伦跟韩国瑜也希望借着这次罢团之手，当然啊，如果能够把它罢，那就算了吧，反正要不然我也麻烦，会这样吗？看样子我的确是来做个结论才可以。对，言论下去不开玩笑的。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徐正卫县长跟童子贤董事长的争议应该是提告了，好不好？不啰嗦，用法律来解决，好不好？对，到底有没有罪，法院来处理。再第二个就是傅昆萁委员的问题。大家都讲嘛，好像傅昆萁委员变成是罢团最需要去攻克的滩头堡。因为大家可能很不喜欢他，对不对？我相信这种情况，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大家都知道。所以国民党党团当然也知道啊。所以国民党党团怎么会不去保护傅昆萁委员呢？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他嘛。所以你可以说，韩国瑜院长可能没有那么热情，你也可以说朱任主席有些讲话好像哪里怪怪的。但是想要去守护傅昆萁委员的心是绝对不会变的，因为如果傅昆萁委员受伤了，未来可能会跟骨牌一样接连倒下去。不会，你们傅昆萁委员受伤，还有赖士葆可以出来当总召，那是另外一回事。当年原本是赖士葆要跟他争总召，如果赖士葆那时候当了总召，我相信今天大罢免不会这么顺利。所以朱院长这个也是不小心讲了，就对了。我这个主持言论我没有办法去评论。我先回应义中老师的话，因为这个赖士葆没有机会了，他会跟着傅昆萁一起去了，好不好？一起被傅昆萁带一席都不能少，好不好？对，一席都不能少。我要讲的是，国民党31席被罢免，哪一席跟傅昆萁没关系啊？大家都是罢免傅昆萁，就是罢免赖士葆，罢免赖士葆就是罢免傅昆萁啊！这是今年大罢免的口号，因为31席国民党立委在这一年来跟着傅昆萁乱搞嘛，傅昆萁叫他投 A 就投 A， 投 B 就投 B， 就算是如刚刚所说，赖士葆有专业，赖士葆其实比傅昆萁更适合担任这个总召。但国民党有给他机会吗？没有啊！乱搞的时候，大家就想说你换掉总召就好了。国民党有要换吗？国民党也没有要换啊，所以才会走到这一步的田地。那你现在所有的人民，所有都发起了，然后你现在朱立伦才讲说你可以对个别有意见呐，不可以对全部。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把傅昆萁换下来？而且当时韩国瑜还有讲当时韩国瑜就说小傅都不小傅，都变大傅了。这讲话讲的之酸，国民党的党中央会没有听到吗？我再讲一件事，这整个大罢免的源头就是去年的4月26号，傅昆萁带了17个蓝委去中国见了王沪宁。这17个蓝委我有盘点过，双北就只一个，就是王宏威，其他都是不分区啦，不然就是金门啊、马祖这些。我的意思是讲，当初时啊，就这连位是唔敢叫他去的。可是小傅其实本来是希望可以绕4-5个去，但是其实有一些台北市只有王宏威去，就其他人不敢去，就其他人其实脑子还算正常，至少那时候还不敢去，就人家脑子是正常，结果没有想到小傅去了中国又变大傅，回来以后就开始搞国会扩权，所以这个仇恨值一拉高以后，光盘应该叶元之也没有去中国啊，去年他说他没去啊，没有去，对，但是问题是现在整个仇恨值拉高以后，谁管你有没有？就整个包，因为你们投票的时候你们都投嘛，你们虽然没有见到王沪宁，可是你们有没有投票？有啊，所以整件事情，我就在最后要夸奖一件事，人家金溥聪讲的最对嘛，2020年就讲了嘛，他说傅昆萁就是病毒嘛，不能趁国民党趁虚而入。第二个讲他是病毒的是谁？是徐巧芯嘛，所以这两个先知金溥聪跟徐巧芯，我们要肯定人家啊。我补充一下傅昆萁从马英九当主席的时候就一直试着要回到国民党，历经了这个吴敦义，江启臣，然后呢，一直到朱立伦才回来。你认为朱立伦开了这个后门，让这个傅昆萁回来，朱立伦有没有面临到这些人的压力？你认为马英九会不会高兴？我告诉大家，曾经傅昆萁委员有一度想用什么方式回到国民党？因为他离开国民党的时候是花莲地方党部，把他给那按照国民党规定是，你从哪个党部离开，就要从哪个党部的考纪委员会回来。他曾经有用过一招，他想透过花莲的黄复兴党部回来，你知道，这动作已经在做了。
后来被中央知道了，把他砍掉，不准哪个党部离开了，哪个党部回来。所以傅昆萁是绞尽脑汁要回来，最后由朱立伦让他回来。朱立伦让他回来原因其实很简单啦，就是他协助朱立伦选上了主席，他不得已要让他回来。你记得朱立伦是一个脑筋清楚而且算计非常深远的一个主席，他不会这么笨。所以说朱立伦一直在找一个时机，什么一个时机点让他离开，又不会伤到我。现在机会来了，你看吧，将军，对，在看什么？将军，我有意见，你觉得现在傅昆萁被罢免掉不会伤到朱立伦吗？没有，朱立伦至少他不当主席以后不会被罢那么惨。就我揪进来的人嘛，我赶走，因为我告诉大家，朱立伦会讲出可以对个别立委有意见，但不可以全罢免，这是在这个花莲发生的童董事长去那边回来以后的事情哦，是那个事情之后他讲的。当下啦，当下应该是，因为记者是童杰他们去，对，记者问他的，他在王宏威的场被问，就童志贤已经到花莲去了，所以才问，所以很明白问这个事情就是针对傅昆萁，所以他这样讲，你认为朱立伦是政治小白？没有，他很精准。另外还有一点哦。我觉得这次大罢免让国民党清醒了很多，我真的觉得这是好事。金融时报讲，国民党高层坦诚主张和平没有带来政治优势。傅昆萁的现象需改变啊！大家说那不主张和平，他主张战争，不是？主张和平跟维护和平不一样。傅昆萁的现象需改变啊！大家说那不主张和平，他主张战争，不是？主张和平跟维护和平不一样。主张和平是怎么主张法？我告诉你，9·2共识，一个中国啦，各自搞。然后呢，反台独，然后交流，然后甚至对于中国比较亲中，这是主张和平。主张和平其实跟维护和平不一样。维护和平是用我的强势的国防武力。让你不敢随时或是轻易的进犯我，这叫维护和平。OK， 都是和平，一个是主张，一个是维护。现在民进党政府讲的是维护和平，我要强化我的武力嘛，跟第一岛链的印太战略的盟友站在一起，用维护和平。而国民党是主张和平，所以这一点已经对国民党受了很大的伤。朱立伦知不知道？朱立伦再清楚不过了。为什么再清楚不过？我告诉大家，从这里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装甲兵的备役少校，退伍13年，比我早退伍3年。装甲兵的装甲兵将军，就我装甲兵的对啊，装甲兵的圈不大，很小，对啊，装甲兵圈子不大，所以说所有的军官大概都认识。这位我也认识，OK， 我也认识。他，你说这个会是绿的吗？绝不可能是绿的，不可能是绿。他就是在幼校的时候，中正预校就加入国民党，跟我一样，所以他30年的党龄。然后他说这绝对不是反串的，因为只有退伍军人才会说，我只记得杀人放火，因为我们打仗嘛，杀人放火，两岸开战，我立刻回应报道，支持罢免亲共立委。大家觉得这才是重点，不是？是旁边这封信，这封信是洪秀柱写的哦。我告诉大家，这封信是洪秀柱写的，在这里。这封信什么时候写来的呢？我也收到了。这封信的历史的这个整个背景是，国民党当时没有党费，那个党费被查封了嘛，党产被查封了，所以洪秀柱寄了这么一封信来，寄给谁？所有忠贞党员。那其实绝大多数是黄复兴的党员，都收到了。然后收到这封信的人要做什么事？捐2000块，就是直接规定要捐2000块。那个地区的主任会来跟你收钱啊，将军啊，或者长官啊，现在国民党很惨啊，被查封了，一个人捐2000块。捐完2000块之后，他会给你一张跟国父当时创党一样的党证当纪念。对我有，所以我说这一位啊，我们装甲兵的跑者会收到这封信，表示他是什么？超级铁杆蓝，忠贞，他一定也交了，交完之后他拿到了党证，他现在 po 的这个党证是新式党证，所以我说这个朱立伦看到了，连这样子的人都站出来了。这表示国民党的方向是不是要调整？所以我说这次大罢免，我一直在讲，它不是一个恶斗，它是帮国民党清党，清掉哪些亲共的这些人。另外我讲，我刚从美国回来，
快要降落的时候，机长一定会广播。对，各位这个欢迎来到台湾，我们现在台湾的温度，台北是多少度？气候多云。可是这个机长广播多了什么？他这个讲话其实感动了蛮多人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平安返家，能够在自由呼吸，在民主社会中发生，是因为过去许多人默默的坚持与付出。愿这趟返乡旅程不只是回家的旅程，更是一趟思考之旅。希望各位都能成为独立思考。这个明辨能力的国民，为我们下一代，为这片土地深爱的土地做出正确的选择，因为台湾的值得我们去共同维护。为了自由，为了民主，为了这座有人情味的宝岛，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感谢大家搭乘，祝福大家平安顺心，再会。这是机长机长讲的话，所以大家想想看，百工百业，有机长的。有铁杆蓝的，有铁杆蓝的，还有做道士的，你知道吗？连道士都有，那你就知道，你认为朱立伦他不会思考吗？我当了主席当了这么久，当到天怒人怨，难道是我朱立伦真的这么惹人厌吗？哦，不对，应该是傅昆萁。OK， 应该是傅昆萁。所以这一次国民党会表现得如此的荒腔走板，跟总召绝对脱不了关系。不过这整件事情，来一中刚刚讲百工百业，对。最近你在网络上，我们在Twitter上面看到很多的百工百业啊，所有的这些，当然大家也会整理一些比较可能有具代表性啦，或者什么这些，譬如有媒体上讲，譬如全教总前理事长，对，然后他讲的一些的话，甚或我看媒体上面有民众是用苦行北上的方式，对。我们先讲这个是全教总的，他说我是老师，担任过全国教师会的理事长前身啊，现在后来叫全教总的理事长。那他其实是一个国小老师，他叫张旭正，他就讲，他说没有办法相信一个老师能接受考试时拿书抄答案的学生被抓到作弊了，不仅不认错反省，还要喊冤。指责抓他作弊的人霸凌他，他说这样的学生出社会以后一定专门搞诈骗，所以他站出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刚刚小友哥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苦行僧，其实网络上也很感动很多人。你知道是怎么样吗？你看仔细看他上面那个写的，他是说屏东到立法院，就是他是一路从屏东推着这台车，一路要推到台北的立法院。这个不是作假，因为他有人巧遇抛出来以后，有网友说，对，他在哪里有看到他，他确实也在哪里看到他，所以他真的是一路从屏东就这样一路要打算要一路推到台北去，然后你看他有下跪，你看他那个你仔细看的话，他这个有用护膝，所以他真的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就是一个信念，他想要用他一个人的力量，然后唤醒大家的这个忧患意识。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百工百业啊，其实我觉得这2天真的烧得很多，而且我觉得最神奇的是很多人。原本不敢表态的，他们都站出来。刚刚讲那个张旭正还好，因为他本来就当过全教总理事长，他算是像我这种已经露脸的，其实没有什么好希望，因为老屁股了。很多是我今天看到有一个新竹竹科实验高中的老师，他没有秀名字，他是用匿名，但是他有抛出他的那个教师证，他把名字跟科别都但是他确定他就要跟大家讲，我是真的在新竹实验高中教书的老师。他也说他主张大罢免。然后还有很多是，比方说他说我是国小老师，或是我是哪里的老师，然后他们要愿意，有的是比较敢说啊，我叫什么名字，可是我看大多数还是不太敢讲，就是说啊我是老师，但是他必须抛出一个身份，就是说我是在哪里的老师，但表达不是那种像机器人作假。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老师这件事情？这一次我发现很多老师站出来，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那个抄名册，就像那个刚刚全教总理事长讲，就是。抄名册作弊用抓到你的悔也心累，对不起，我们不应该用这种超捷径的方式，我们应该按部就班的。结果你现在不是被抓到以后，你反而还说人家霸凌你，说什么司法迫害，这件事情连我蓝营的朋友都有意见。你知道大概在一两个月前，不是那时候很多被抓吗？然后我蓝营的朋友公告更小，就觉得很丢脸，就是说他过去都是投蓝，他是支持蓝，可是他没有办法接受说。因为他们其实这些蓝营的朋友希望可以反，他们也可以认为说，也可以罢掉几个民进党的蓝委，就是对以罢之道，他们认为这是对的啊，就不要让好像我们国民党被罢好玩，我们也可以罢一些绿的。结果你罢成那副德性，罢到这样子，然后还无所谓，还有人可以人家在楼上抄名册，下面在抽烟。我讲李孝亮，我讲赖宜任这种，就他们蓝营的朋友看不下，就觉得很丢脸。所以这一次很多老师，你要知道哦，中小学老师其实是不敢表态，因为这个很危险，他很容易被打压。你懂？所以我看到我那些同袍很多，因为我同温层可能老师比较多，他会演算这一个。然后另外我还要讲一件事，就是说，像刚刚你张俊挑那个华航那个，
那个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作假，因为那个很像，很多人说你是幻想文嘛，因为那个网友抛出来嘛，对，就网友就为了对很多人就说酸他是你就是又在那边照抄作假，他就抛出他只录到后面的影片，因为前面他来不及录，他是听到那个机长开始讲以后，他才赶快拿手机录，然后后面有录到一段那个声音，确实是机长的这个，就是你看这但不过机长也没有说出来同意或反对了，他只是说鼓励大家做一个。思辨的国人，那反观，我现在又讲反观，你说百工百业停办，很多蓝营的网军开始洗说什么，你如果认为人家百工百业是假的，没关系，但你们不要作假，我觉得这个很丢脸。这是蓝营的为了反制百工百业，他们也说，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就是要抛我台湾人，我反绿，我没在怕的啦，没在怕。就你那身份证是捡人家那个，这可能是被盗的一个女生的身份证，然后给人家抛出来，然后用那个。盗那个正妹的图，正妹在下面留言说你干嘛偷我的图？就你盗图盗到人家正妹在下面留言说你不要拿我的图，然后还有那个账号，他等一下偷人家身份证对不对？就那个 ID， 他自己的那个名牌跟那个身份证又不同，不一样。我觉得现在蓝白的网军，你们收钱办事麻烦认真一点好不好？不是你要洗就干脆洗的用干一点，所以我要跟那些网军讲。你们这样拿钱办事办成这样就落惨了。所以两相对照。你老师怎么可以鼓励这种人家收钱办事啊？就我现在收钱办事很多，只是说你收了钱你就好好办事，不要办成这样子不三不四。所以这样子两相对照的结果，这一股气势，我刚刚讲这个百工百业的气势，确实是在这个最后的关头，尤其有没有办法驱动这些年轻朋友出来投票？我觉得这个关键，这一次的百工百业算是我觉得算是还算相对成功。你们各自发言都谨慎一点，今天有纠察队，好不好？会告诉你们大家讲话小心一点。但博宇刚才讲到百工百业的这些事情，或是因为我刚刚看画面上，就刚讲说那位苦行要北上的那位蓝营，其实蓝营有很多的支持者，我每次都要问说。现在到最后这几个小时，从上个礼拜六、礼拜天，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个阵营要比的是气势。对，那一定嘛，老百姓看的也不过就是大概这一些。那蓝营不管是你说讲百工百业的这些支持，或所有这些热情，蓝营在这方面要怎么样去表现这些？我先说吧，任何一个民众他的意见想表达出来，只要用合法的方式，我都完全尊重。因为民主国家本来就是如此。不管你说他想要去用苦行的方式，或者你想要用一些感性的方式发文，我觉得都 OK。但我只有诉求一个，就是麻烦不要用一些不理性的东西来去出征我们自己的同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你说包括你说像有什么暑假可能暑休有没有吵到学生，那就有些青鸟去开始攻击他，说台湾可能都要没啦，你还什么还念什么书之类的，或者是之前还有嘉义高中生 po 那个灾区照，就青鸟也出征他，说什么涉国安法。然后呢，跳大展宏图的某一个电视台被青鸟去出征，要求他下架，甚至连陈水扁这个台湾之子吧，都还被之前讲说什么，也被青鸟出征，说他不爱台湾。这东西我觉得都没有必要性。想罢免一个人或不想罢免他，都是公民的权利，大家好好的讲。那接下来到底最后结果会如何？7月26号会告诉大家答案。当然，这过程当中，我看到很多民团，他的确也是非常认真跟努力做他的罢免的活动。那蓝营的部分。我从以前就一直讲，在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联署上面的时候，我认为是让很多的支持者是失望的，因为状况就是不好。刚刚易中老师也讲了嘛，就是我也希望有几个绿的出来，你都挂零，对，这情何以堪，对不对？这个问题真的是老讲，前一阵子真的是非常困扰所有的蓝营的民意代表。出去的时候先不要跟他讲罢免的事情，我们还要先被他洗脸，被骂完之后，我才有办法去跟他讲我的诉求。但是在这一段时间过完之后，至少我在地方上接触的感觉比当时候好非常多了，在反罢免的气势上。而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我觉得这很大一个部分不是说蓝营的宣传做得多好，我觉得做得不太够好。蓝营一直都是如此，是有一些青鸟或者霸团他们做出来的反应，或者他们出来的言论，可能让中间的选民或者是年轻的选民没有那么的高兴，或没有那么的喜欢。所以我只能说，选举跟罢免一样，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那是情感的投射。而最后，就算只剩2天，会不会在这2天之内改变他的想法，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呼吁，不管是蓝营的就是高官也罢，还是我们民意代表，还是基层所有的同志也罢，在最后这段时间之内，努力的去拉每一张票。但是在所有的言行，在包括所有的评论上，都要非常的小心，因为你一个不注意，很有可能就会被对手见缝插针，或者是攻击。而且因为时间很短，有时候你想
辩解，想去洗白都没有时间，都来不及了，因为只剩2天48个小时多，所以接下来会是场硬战。那最后我们期待是所有蓝营的立法委员都能够被挡下来，因为对于我们国民党角度而言，我们认为这些在野党立法委员都是非常优秀而且认真的。我对刚刚这个博弈讲说很多的反罢免然后被出征的事情，其实我有点意见啊。反罢免不被出征，我们当然都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不管是这个言论的霸凌或者是在网络上的霸凌都不应该。但是我也有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霸团站在路口，被国民党的支持者不止言语攻击，甚至手动去推挤、去揍我们的霸团的志工。这件事情，国民党完全都没有呼吁停止。我一定谴责，我一定谴责。就我觉得就是说，你不可以在做宣传的时候，你刚刚的讲都是反罢免的部分被出征，但霸团站在路口拿着牌子，在文山区要求要罢免赖士葆，他就站在那个地方，国民党的支持者一过去就撞，撞完之后就说什么？就说因为民进党是政敌呀，但那一些霸团拿着牌子的人根本不是民进党。国民党这一件事情到现在都没有任何人出来谴责，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当我们在评论这一次的大罢免，其实我觉得政治人物对于罢免其实都应该要敬畏。你要被这么多人发起罢免，从第1阶、第2阶，甚至进到第3阶，其实那很不简单。如果很简单，国民党就不需要用抄袭联署的方式来过嘛。到现在一个都没有过，你就知道它有多困难。那公民进到第3阶，你们就用所谓的污蔑的方式说什么他们收钱呐，然后他们都是民进党的侧翼，我觉得这根本没有办法回应国民党立委现在31席，因为这1年来乱七八糟表现才会被罢免。OK， 我赞同那个苏菲姐讲的。不管哪一个颜色，只要做出不理性的行为，我绝对谴责。这是一个公民的运动，不要搞得跟暴力行为一样，非常讨厌这个事情。所以也包括了有人对叶元之委员吐口水的事情，也麻烦一下，也出来谴责一下，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夸张，这真的太恶心了。然后最后还回到上一个题目。徐正惠县长的事情，刚刚我们讲到代表提告，对，上一个题目，上个了，这么久，对不起，对，不是，徐正惠委员徐正惠县长在讲完那个所谓童子贤委员请他24小时道歉的事情完之后，花莲县政府已经讲了，只要不道歉就直接提告。所以接下来就24小时之后，如果童子贤董事长没有任何的一些回应的话，那我觉得最后用司法来解决这个事情，应该已经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那 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好，那大家从花莲开始一路聊到现在，因为只剩下49个小时，那到礼拜5晚上10点，所有的活动就要截止，然后726大家就要投票。来，任俊，刚为什么从花莲开始聊的时候，中间有一个角色黄国昌，是因为童子贤是要当823，就是核三研议公投，是黄国昌邀请他去当正方的辩护人，OK，然后接下来因为他又表态了要支持罢免傅昆萁，对，所以黄国昌到花莲的时候，大家就会问说，那你到花莲要不要顺便？因为去年一整年蓝白之间总召的合作，大家都看得到嘛。是，然后大家就问要不要去，那有没有时间或者？可是傅昆萁有去，所以大家还是有碰到。那黄国昌主席白银在这一次整个大罢免角色，还有馆长，因为看起来国民党大概。后来蓝白在最近这一波所有的活动造势里面，几乎都有馆长。所以现在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24席委员在第一波要面临到的726，要面临到的罢免投票，这里头，黄国昌的白银跟馆长是非常重要，对他们来讲是澳元。对国民党来讲当然重要啦。就是国民党从来不可能靠一个政党的力量，然后去赢得单一席次的选举，罢免也是一样嘛。那所以对于这些愿意跟国民党合作，而且愿意到国民党台去站的人，老实讲，国民党怎么可能会推掉？可是他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过往如果在各种的议题上面都先用政治上面的角度去作为解读跟判断，后面就会遇到类似像童子贤这种状况。当时这个童子贤要参加这个气候环境变迁对策委员会的时候，蓝营其实是高度肯定他的啦。
因为什么？因为童子贤的那个态度，就觉得核能可以做嘛。那时候蓝营一堆人在那里看热闹，哎，我看你赖清德怎么办，对不对？你们今天找了副召集人要讲这件事情，结果因为今天童子贤跑去说他赞成支持罢免傅崐萁，蓝营一堆人说法变了，你去那就是为了求官，怎么不一样？刚刚敏凤还义中讲的那一个嘛。为了要那个时候，民众党办的这个活动，说这个核3要公投什么，找了他去当正方的时候，黄国昌是怎么吹捧？他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敢讲真话，敢讲狠话。对。结果今天呢，黄国昌低调了嘛，核3归核3啊，这个政治归政治，从来就民众党来讲，从来没有什么议题跟政治分开，因为它就是一个政治的上面的语言嘛。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他现在其实老实讲啊，国民党组织没有外界想的这么的崩盘啊。即使台北市到今天为止，大家觉得说黄绿锦如被这个收押，然后几个党工被收押，你说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就没得运作吗？也不会啦。国民党很厉害的是算票还是很会算的，他自己的族群能够算到多少票，能够招到多少，我认为国民党心里有个底。这时候有人可以来帮忙喊也好，帮忙凑人场也好，何尝不要？但问题是你找这些人来，你会不会要承担这些人所讲的话跟他所做的事？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馆长好了，馆长能不能大量的吸引他的粉，或者是吸引年轻人去关注？好歹大家会看一下馆长说什么嘛。但问题是，当馆长3不5时跟你讲说他的最大的志愿他接下来要推动的就是让台湾人通通变成中国人。这几句话对国民党来讲，它是个问题了。因为现在罢免的主轴叫做什么？叫做抗中保台。那一大堆这个罢团，他们其实在批评的是，你立法院表现不 OK 就算了，你居然还要跟共产党在一起，你要把台湾变成中国。好，那来啦。国民党党中央活动也喜欢找馆长，每个站台的都喜欢找馆长。以前馆长好歹还遮掩一下，现在没有，他都公开喊啦，我们就是要中国人，我就是要变中国人。直播回去在台上讲不够，回去那个直播再讲。你国民党怎么办？你下次再找他就继续讲。馆长很清楚知道，他现在站台能够对他创造更大的价值，绝对不是帮国民党护住啦。因为那些话我不认为他要讲给我们听嘛，还要变成中国人什么？我就讲他那个直播的背板，好早以前就变成大上海了，后面都是上海红埔滩了。就他那个对话的对象，他想要他那些东西被听见跟看见的，应该是中国，不是台湾。他充分的利用国民党给他的秀场，做了这件事。那你国民党这时候说要切吗？我必须讲一件事情哦。刚刚虽然我对朱立伦有些质疑啦，说你为什么做这，但我真的必须讲，如果我是朱立伦，我可能都会采取他那种操作，因为很简单啊，国民党现在面临的罢免问题只有726吗？他还有一个823。朱立伦为什么要把炮火转到别的地方去？即使726这一场如果罢团就是你罢免的这个席次你不是那么满意，没有关系。好歹有个傅崐萁，为什么？如果今天726那一场对国民党来讲，政治盘算都很简单嘛。如果726这一天那个罢团他们没有罢掉多少，会不会823你以为简单吗？823有几席？7席，有7个823都是补建过的，对，都补建过的。当时那些其实过得很辛苦，我必须讲他们2阶过得很辛苦但是他必须要防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今天不把一个仇恨值的地方稍微有点转移，那接下来如果大家去努力的去罢823的那几个，那几个老实讲，对国民党来讲也不 OK， 也如果真的有被罢成功，也难看呐。所以我认为他当然会选择，就是为什么会讲说，你们对个别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全面罢。所以我必须讲就是说现在对于黄国昌来讲，跟这个馆长来说国民党愿意搭建一个舞台给他们来做。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包含黄国昌他们所做的言论，其实比国民党还要冲对于反罢的这些骂的比国民党还凶，然后呢所讲的话比国民党有时候听起来更粗鄙，有些话国民党说不出来。但是当这些人说我是在帮国民党讲话，那我也说实话
那就是726跟823投票的时候，大家觉得你能不能接受这种言论吗？明凤，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大家一定又会拉到那民众党在720在民进党前面的那个场子的时候，那包括林国成委员他们所讲的那个三字经啦，所有这些，刚才任俊讲，你会发现尤其最近这一阵子，白营的委员或是黄国昌主席，他们的发言比国民党还要冲的非常非常的多，甚或刚讲到连脏话什么全部都出来。但是有人讨论的是另外一块，包括刚讲馆长讲的那些词，或是民进党这些委员的这些词。那到最后呢，这些仇恨值对国民党啊，到底是正负加减之间，到底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你看哦，这个林国成那些话之后，连徐小青都要出来帮他圆，就说他已经有道歉，还是类似什么情绪怎样，那你就表示说你根本就起不了帮忙的作用嘛，你最后还要被罢免人出来帮你讲话，那你不觉得你很好笑吗？就是说你本来是要继续帮助人家的，结果你讲了一番话之后，还要人家来帮你洗白，帮你洗地，那不是很好笑吗？所以说，我觉得白营这一次就是因为叫做站着不腰痛嘛，好，那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不腰痛，就是说。我没有一个人被罢中嘛，所以我就尽情发挥了，我只完全为了我的柯文哲，好，那林国成在台上也讲得很清楚，为了柯文哲，我要不要再骂一次，用那些字骂一次赖清德等等等。他就是为了柯文哲嘛，他有把这个所谓的减少仇恨值，帮忙这个国民党度过这个所谓的罢免案，考虑在里面吗？完全没有嘛。那你加上我告诉你，林国成这些话呢，不管是帮这个国民党的罢免人者无效。对于推动小草也是一个负面的啦，因为林国成，我告诉你，他的 DNA 本来就不是民众党的这一些人的相同嘛，他只是不小心走错路，不是走错路啦，就是说他本来就是无党籍的，然后他是比较老派的政治人物，然后呢，他可能私下讲话聊天的时候就是发语词就是这样子，然后呢，你把这些搬上台面上，那些小草，你不要看那些小草啊，那些小草，他们喜欢馆长是一套，因为馆长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你喜欢他就喜欢他了，可是他不会容许一个，我也不晓得馆长在这个所谓白营的台的时候有没有讲这些话。小草是不大喜欢有人讲脏话的，因为小草是年轻人，他们还是有一点纯洁性的。好，他们你看你旁边的纯洁的都走光了，现在留下来都是比较粗暴的。没有，我就是有一个经验，我们只是在有一天不是那个开玩笑说关税会多少，然后有一个分析师就讲说，如果是多少的话，他要切掉某一部分的什么器官怎么之类的嘛。然后呢，就是有人在这个群组上面 po 这个东西，然后比较年轻人就退群了，他就对这个东西很不满意，所以说我觉得小草还是蛮 pure 的啦，就是说他们的心中的政治就是比较纯洁，不会讲那些脏话的人，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他们网络上讲话很粗呢。你确定是小草吗？很爱来出征我啊！那是你啊，那是对你啊，对啊。我觉得那个小草，你要看他年纪啊。如果是比较年轻的，不会喜欢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你那一场的这个所谓的造势也好，或是帮国民党度过罢免危机也好，根本就是无效的，根本就是没有效。而且你后来又去丢鸡蛋，丢鸡蛋之后你又赖给民进党。然后那个，大家就会觉得说，哦，你民众党怎么是这样子的党呢？我觉得有时候年轻人留下来，民众党是觉得蓝的也坏，绿的也坏，可是民众党一样做同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你那个仇恨值呢有没有增加？我觉得仇恨值会不会增加？我觉得是比较少，但是帮助会不会增加是不会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民众党本身，他自己的那个所谓的吸冲力、吸潮力，我觉得都有大幅的下滑啊！我觉得那你自己都帮不了忙，你还去帮国民党的忙？我觉得国民党反而叫你们以后少办活动，好，不要再办活动。时间也已经到，还剩下49个小时，49个小时，对，你没其他可以办了，对，49小时就不要一直讲话了。那你是林国成，对不对？我想讲一下，就是在最后期的时候讲话要小心，真的要小心。不只是国民党的人都一样，可是你管不了
你管不了馆长或是民众党的立委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到底是好是坏，那变成候选人要承担。对，这个是现实的考量。但我也必须要讲，这一次不管是民众党的哪一个委员或包括馆长讲了一些不管好不好听的话，或者是不是脏话等等的事情，对于民众党的票到底开不开出来，现在有个非常大的变数。我想问一下，民众党的党主席，包括他的神主牌是谁？柯文哲啊，柯文哲今天下午申请7月26号，他要出来投票。对，这个会影响到最后小草的意愿哦。如果最后真的让柯文哲出来投票了，大家不会认为柯文哲会投给赞成罢免吧？以他对民党的态度，小草会不会跟随着柯文哲的想法投下反罢免票？我认为机会是有的。再来第二个就是，如果不让柯文哲出来投票，那民众党一定会讲违反人权，因为他现在没有被定罪，他为什么不能出来投票？又会再造成一波争议。所以我只能说，现在对于可是以羁押禁见的人很少，虽然没有被褫夺公权，但是很少出来投票的。其实这已经是政治问题了，我觉得这是政治问题。这个我觉得这一点都不是行政法院在明天早上9点40就开庭，没错，要赶快开庭。对，所以我才说这是个变数。到底最后小草到底会是因为可能他讲一些话不高兴，出来不投票，或者是说投下赞成票，还是最后会比较跟随着柯文哲主席的方向而投下反对罢免票？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说不准。还是最后会比较跟随着柯文哲主席的方向而投下反对罢免票？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说不准。就是说明天柯文哲如果可以出来投票，就有救了。那如果他不，他也有救，他不出来，两个都有救，都有救，他不出来，都有救，他不出来，都有救。林国成那些话就是让他们没救了，让你们没救了，就是这样。不是，柯文哲这一棋，我只能说他下的是。对于整个在野党，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棋啦，因为他这个你说法院到底让他出来或不让他出来，聪明，他们今天故意去申请说要出来投票这件事情，怎么样他们都赢啦。不是啊，所以整个国民党略占优势，所以整个国民党反罢免不如一个因为图利被压的柯文哲吗？你不觉得这很荒唐吗？你国民党所有人在外面，然后黄国昌号召小草720在那边让林国成骂出那个难堪的话，然后白银是锦上添花，好不好？我们才是本体啊，锦上添花，锦上添花。我有一天听到某个议员讲说，柯文哲怎么可能会是贪污的人，所以我就已经吓到了。在别台的节目。对，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国民党真的这样讲吗？那柯文哲是不是贪污的？要问游淑慧跟钟小平啊。就是其中有一个吗？那刚好了，刚才米凤讲的是，包括徐小新在他自己的场子，对他这个场子里面，他有讲到，因为他自己有讲的时候，他不相信柯文哲会是那样贪污的人，然后包括最近徐小新啊、陈佩琪，他们不是有一个亲笔信，然后写这些，所有这些的某种程度显示蓝营这些被罢委员看起来，尤其在台北。很需要柯文哲或是白银或小草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啊，我觉得现在是啊，对啊，现在是。我认为对于要被罢免的人来讲，能够争取任何一个不同意罢免票，他都希望能够争取。所以对于国民党来讲，白银当然是他们认为的一剂解药，但是他们真的有药可以解吗？我要问的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徐小新今天就贴出了这个啦，就是说这个陈佩琪呢支持他，然后陈佩琪写了一个这个便签呐，就写说巧心柯主席一直很欣赏你，你要加油，陈佩琪。我说你看会从中间传那个狱中信有没有？就是这种。但是我不晓得啦，有多少的小草会因为这一个图，然后去投徐巧芯。我觉得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啦，因为如果真的有的话，不用写这个徐巧芯跟陈佩琪合体就有啦。而且这一阵子来不是都一直集结在一起吗？那徐巧芯的场有看到很多的小草吗？没有啊。所以对我自己个人这样观察啦，国民党现在把反罢的部分期待白银能够帮忙，但是白银也真的是非常努力的在演出，包含我们刚刚讲的林国成，然后黄国昌演的这一出戏。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反罢有没有加分不晓得，但对于白银的反绿光环跨在自己身上，他又加1分嘛，这才是事实。也是，当然是。对民众党来讲，反正没差。林国成骂出这么难听的话，对于他来讲，他就是反绿，因为他骂的是谁？他是骂的是赖清德。他对于反赖清德的人，他就加1分。但
对于其他国民党那一天到场的国民党的5个立法委员要被罢的，你觉得大安区的人会支持林国成骂这么难听的话，会因为他骂这么难听的话就去支持反罢免罗智强吗？不会。我告诉你，你罗智强怎么会跟这种人站在一起？赖世宝怎么会跟这种人站在一起？他骂三字经而且他骂那么难听，所有女生听到都会愤怒的一句话。结果你们国民党5个被罢的人里面有3个都是女生还在帮民众党讲话。这大家怎么撑得住？是不是？如果你讲说这个不见得，你会打很大的问号。那如果照媒体报道的话，像蒋万安今天是跟5个国民党的委员站路口嘛，对。然后包括卢秀燕市长是从今天下午开始请假2天半，蒋万安是从昨天就开始，然后张善政是最后一天。也就是说，当蓝营这些诸侯显然是倾巢而出，然后包括站街头，包括这些有没有用？我自己认为，如果国民党真的是这个得到大家的支持，这些蓝营的首长出来绝对有加分啊！为什么？台中、台北都是国民党的执政县市，他们当时在选举的时候，在这两个地方拿到的票是多少票？对不对？所以他们基本上如果能够得到民意支持，国民党光靠自己的基本盘，根本不需要靠民众党啊，对不对？你说以文山区来讲，文山区多蓝呐！如果赖世宝真的行得正坐得直，没有被挑战，他干嘛那么害怕？罗智强也是啊，徐巧芯更不用讲啊。这一次之所以会害怕的原因是，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都不愿意站出来，而国民党自己的支持者怎么站出来？刚刚讲到馆长嘛，馆长去参加国民党的青年沙龙，参加完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讲说我们的国军如果由共军攻过来的时候，2分钟就像蟑螂一样被抓起来。你觉得台湾的人民会支持这件事情吗？然后馆长在隔一天还讲说，他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让台湾人变成是自我的认识是中国人，这是台湾人能够接受的吗？然后这个人被国民党请来在青年沙龙里面当讲师，国民党是要跟这样的人挂在一起啊！这件事情被质疑，国民党怎么回？他们没有办法回，他们只能回说，馆长在蔡英文的时候也被请到国军去啊，教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你，民进党请馆长去教什么？教激励跟格斗，你们是把他请去当讲师，你们是请他去讲他所谓的这个共军如果侵台2分钟就被消灭，我们国军就像蟑螂一样，你们跟这样的人站在一起，国民党的支持者会支持吗？对，我最后就讲了，选举剩2天，其实对很多选举过人而言都知道，最后2天原则上不是在进攻对方阵营，就算你中间选民也是能捞一点算一点，最主要是顾好自己的大本营。我的支持者要愿意出来投票，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才说，跟白营的合作最后是好是坏，我现在不敢讲有答案。7月26号才知道，因为有一些话的确蓝营可能不喜欢听，这是事实，也不需要去说了。但问题是在我们的县市首长这么认真在顾票的情况之下，你说不管卢秀燕市长、还是蒋万安市长、张善政市长、北北基桃市长都一样，非常认真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必须要去做的，就是在最后这2天的时间之内。对手的状况，我们有必要去注意到。所以今天才出现了一个嘛，霸团大家都知道，所有的霸团，大家围着他们的中心理念是什么？抗中保台跟反共，相信没有什么问题吧？霸团几乎都是这样子，包括连这个铲除黑心的领先人曹兴诚董事长都直接讲，蓝营是亲中卖台，所以他觉得要把蓝营的立法委员罢免掉，应该都没问题。今天出来一个新闻，铲除黑心的发言人，他在对岸好像有在做生意，那这种东西绝对合法。我跟你讲，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违法，但你观感怎么办？观感非常的糟糕。确定有这样的事？有，他已经回应了嘛？他只说这个东西是他们的自由，没有合法的问题。他已经这样回应了。那个什么小令的了。这个更特别的是由国民党的花莲县议会的党团去质疑在台北台北人不熟了，好不好？台北人怎么不熟了？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怎么这一题也要打？你看，这其实有2个问题啊。国民党，你们拿到小令在中国做生意的资料哪里来？你知道吗？现在大家都在质疑国民党跟共产党手牵着手，就在背底下要出卖台湾。是大家路透了，路透哈，路透说的。
你讲哎，路透写了，还帮他算几折哎。好，但我要没有说他们2个人这样，他只是他有发表一篇言论。对，等一下这样讲，但不是这个意思。我不讲了。但我要讲的是说，你们拿到这个新闻，人家就会觉得说，这只有共产党才会拿得到的。为什么这些新闻现在全部都在国民党嘛？可是文熙，大家第一时间看到的时候，你打着反对的反中的大旗，结果你自己在本身中共做生意，而且还在那边好像有登录相关的一些公司，还有一些做一些一个演艺界的一些活动，我就只问，合法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包括傅昆萁委员到对岸去是不是也合法？也合法。但是你们现在挑战他的什么？是观感问题，你觉得他有问题？小令不是立法委员不一样意思嘛？你现在你打的是发言人，你就是反共的发言人，天天骂蓝营的跟对岸关系多好，结果你现在发现你在赚对岸的钱，这个就是观感问题。我讲到最后2天的时候，有法律问题那不用扯了啦，那只有再见了啦。现在打几乎都是观感的问题嘛，要不然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这2天为什么你说傅昆萁委员包括了徐正惠县长要这么快回应？因为法律问题现在已经来不及确定了，你现在只要一抹上来，我不赶快澄清就再见，所以我才讲，现在对于蓝营而言，稳扎稳打走每一步，我相信对绿营或者是霸团而言，也必须要稳扎稳打走每一步，而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老实说，对霸团的声誉一定有差嘛。当这事情被发出来之后，霸团怎么回应？他说：“人民本来就享有合法与国外商务往来之自由，代表什么意思？有这件事情吗？那这件事情继续往下烧。”会不会对于霸团对民众的信任互相产生撕裂感？我觉得或多或少。那当然，对于选举有没有差别，我不敢讲，因为毕竟这里都是合法的事情，我也不会觉得说他去做这个生意是不行的。只不过你打的是反共的旗号，但你却是赚人民币的钱的时候，这种反差的影响跟反差的作为，他不会在立法院通过一些法案呢？他不会在立法院通过一些法案呢？我讲这重要的不是通商问题，是在立法院做一些轻重的法案。对，所以敏凤姐，你认为这个所谓的铲除黑心的发言人在对岸赚钱，你觉得完全 OK？大家会这样觉得吗？就没有办法，选举已经打到现在，那 OK， 那就 OK， 那就 OK。我们走这么多的台商在中国，我们都认为不可以回来投票吗？你刚刚讲这件事情，奇怪，我之前就听过了啦。你们动作是有点慢的，这第一点，这个也是真的，所以在花莲处理嘛，他只是一个素人呐，就是他只是一个素人呐，到现在才出来讲，我觉得是有点。就表示你们国民党真的有点弱了，这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国民党现在就是饮鸩止渴。你刚刚引馆长、引白银这些人进来，好，当然现在你刚刚讲的没错，因为现在都是基本盘。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摆明了，你国民党就是放弃中间的，你摆明就是不要中间。因为当馆长一直他进来讲说他要发动726要发动革命，他要把台湾人都变中国人的时候，有一个政党很开心呐，央视很开心呐，央视不会随便帮人家秀上。朱立伦一定觉得很开心啊，他难得可以登央视啦，但是也不是因为朱立伦啦，是因为馆长，人家就表示馆长才是咖啦，朱立伦你根本不是咖，但是馆长也觉得面子很大啦。央视为了让他上央视，还帮他打马赛克，你看到没有？我还以为是灯笼秀。没有，网友说这个是什么螃蟹？如果看不懂，网友说，还有网友说那个隐形的翅膀。对，隐形的翅膀啊，就表示馆长很重要，重要到即便央视为了他必须打马赛克，也要让他上央视，因为他讲这些话真的大心。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国民党来讲，我刚刚讲饮鸩止渴，就是说。短期内，因为你现在是要打强心针，因为你需要吹最后的那个白银的票，所以你们当然就是毛起来就做。可是这个动作，至少央视的这个动作，对你国民党的长期发展，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包括路透社刚刚提到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在22号有个报道，他提到就是说，国民党这一次的这个，因为这一次的反罢的罢免的主轴就是反共，反共护台是他们的主轴。还有网友说那个隐形的翅膀。对，隐形的翅膀啊，就表示馆长很重要，重要到即便央视为了他必须打马赛克，也要让他上央视，因为他讲这些话真的大心。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对国民党来讲，我刚刚讲饮鸩止渴，就是说。短期内，因为你现在是要打强心针，因为你需要吹最后的那个白银的票，所以你们当然就是毛起来就做。可是这个动作，至少央视的这个动作，对你国民党的长期发展，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包括路透社刚刚提到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在22号有个报道，他提到就是说，国民党这一次的这个，因为这一次的反罢免的主轴就是反共。反共护台是他们的主轴，可是国民党有2个对手，2个朋友过来帮他，一个就是中共的官员朱凤莲，在今年6月的时候就已经讲，他说
这个罢免案是赖清德的政治阴谋哦，他说赖清德独裁，这个说法跟国民党听起来好像若合符节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也有统计，路透还有引述我们台湾的一个媒体统计，就是说光在2025年就今年上半年，中共的官媒跟他附属的社群账号已经发布了425篇这些把罢免形容为独裁或绿色恐怖的影片，就是说这个你们在台湾骂民进党，我刚刚我跟你讲门关起来，但是连央视、中共的官媒都跟着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东西你国民党说你不要去把它抹红，可是你看就这样子就会，然后最后还有中共的那个小账号也都全面出动了，他们在那个养了很多那种我们讲的网军小账号，不管在台湾的 PTT 啊、Facebook 啊、Dcard 这些，都开始这些水军就开始出来，然后这里面最大的兵就是那个。福建那个卫视的那个叫今日海峡，在台湾有个粉专，几百万人的那个按赞的粉专，它里面就很想讲，比方说讲台湾的风灾啊、台电啊、政府救灾不力啊、汉光演习啊，就是都不救灾，这种说法，我就跟你谈国民党在国内骂台，就是我老爱去门关起来，你国民党被骂民进党，民进党要骂民进党，我觉得大家 OK， 反正就是国内政治。但是你现在变成是，好像你看中共的官媒那个报道，就跟你国民党跟民众党骂的方法一样的时候，我不觉得这件事情对你国民党的长远发展有利。就是你以为，当然你现在短期最后关头你是要驱出所谓的双方的基本盘，所以你国民党也不要这些中间票。可是即便你度过了这一次726，我刚刚讲这个标签。就是你们跟共产党、跟官媒这样子连在一起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洗不掉的话，我不觉得对你国民党长远的发展。将军来最后2分钟，我2分钟补充一下哈，罢团所讲出来是反共保台哦，不是抗中保台，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小令讲了，那小令不是说在外国的生意，我知道他这2家公司很快就被收掉了，因为他中国是外国，他敢这样讲，就表示他并没有排斥中国人。他排斥的是共产政权，我直接讲这样，我是反共保台的，我不是抗中保台。反共保台，如果今天小令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党营事业里面，他是担任干部，那完蛋。可是他是在中国里面做生意，他在外国做生意有错吗？没有问题啦。所以我才说中国现在无所不用其极，他只要是你这些罢免团体的人在中国有任何一点做生意，他全部给你丢出来。但是我说这些罢团付出一定很惨重，他在中国的这个公司一定完蛋，一定完蛋。但是他有这种所谓的我破釜沉舟，我既然出来罢免国民党，中国要这样做，我就没有了嘛。不然他一定很乖乖说，就跟馆长一样，我舌头这么灵活，不舔要干什么？对，那他就说我就是外国，摆明了，所以我才说剩下2天啊。如果国民党的侧翼最大的侧翼是国台办或者是中国共产党。那么我觉得罢团的正当性会越来越明白，抗中跟反共不一样。明浩，请问一下，包括那个立法院那个1万这个案子已经送到行政院去了，那一般可以预见726以前大概不会决定要不要复议。可是这整个显然是蓝营主打的一个就普发1万这件事情，你觉得在这整个726大罢免的投票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关税这件事，当赵少康直接出来喊32讲，然后 AIT 否认，包括行政院否认，大家讲你为什么不讲？到底多少？你们就说不要盖牌，类似这样这些。那关税这件事，大家就在看日本本来是25，现在是掉到15，但是日本付出了包括你说包括汽车啦或其他这些，就是要换500亿的投资，对，就是要换，还有几千亿的投资。那这些对于这次过程当中会有影响吗？我觉得那个所谓32%，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无理的推论呐。就是我最早就看见有人讲的时候是说，我们一直都没有谈出来，好像都没有公布。那本来这个4月2号的宣布的延期是到8月1号，所以呢，那我们如果没有谈出来的话，我们就是应该就是用原来32，是这样推出来的。可是并不表示说我们这段时间没有进展啊，因为后来日本也是啊，就是我看川普就是想搞掉石破帽而已嘛，就隔一天就从25降到15，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大罢免之后我们会变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川普今天很得意啊，这个你这个做得很好，那个人做得很好，这样子，他就是在玩这些游戏。当赵少康直接出来喊32讲，然后 AIT 否认，包括行政院否认，大家讲你为什么不讲？到底多少？你们就说不要盖牌，类似这样这些。那关税这件事，大家就在看日本
本来是25，现在是掉到15，但是日本付出了包括你说包括汽车啦或其他这些，就是要换500亿的投资，对，就是要换，还有几千亿的投资。那这些对于这次过程当中会有影响吗？我觉得那个所谓32%，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无理的推论啊。就是我最早就看见有人讲的时候是说，我们一直都没有谈出来，好像都没有公布。那本来这个4月2号的宣布的延期是到8月1号，所以呢，那我们如果没有谈出来的话，我们就是应该是用原来32，是这样推出来的。可是并不表示说我们这段时间没有进展啊，因为后来日本也是啊，就是我看川普就是想搞掉10破帽而已嘛，就可能一天就从25降到15，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大罢免之后我们会变多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只是川普今天很得意啊。这个你这个做得很好，那个人做得很好，这样子，他就在玩这些游戏。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关税的东西，我觉得当时那个股市下降，不是有很多人就在骂赵少康，你怎么可以随便算？昨天股市跌，对，传播这个消息，结果今天就涨回来一堆嘛。那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目前的变数，我猜不会影响到，因为我觉得。包括很多人都被 AIT 叫去问这次大罢免的结果，跟结果之后的影响怎样，所以我觉得美国也避免在7月26号宣布有会影响的事情，他对这个事情有慎重，因为很多人都被约谈了。不是约谈，就是聊天这样子。然后至于这1万块的事情，都已经延到后面了。那我只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你们国民党如果敢要发这1万块的话，你们要一通过就送出来啊。那你这样就刚好立法跟行政部门都可以拖过7月26号啊。其实本来提起这件事情。这个东西我也不便说太多，但是问题是钱可以发，但是方式要改变，绝对不能够同意由立法院自作裁员支出的这个发放方法。你可以说好，我行政院让步，但是呢，这个钱呢是我提的案子，立法院通过，那你这样子还是符合宪法的规定跟法律的规定，但是1万块钱还是有发，你最好是这样子干，否则你直接。同意了这个立法院的发的方式的话，你等于是打了这次大罢免的脸嘛？你这次大罢免脸，不是就是你觉得他们侵犯了行政权，违宪的违宪的这个发钱吗？所以我觉得行政院刚好你也拖过了大罢免，但是大罢免之后的处理方式，你也要求因为好像各国有在发这个钱，那你觉得说？这个你不好意思驳回的话，因为还有8月23号或是补选的事情，但是你要改变方式去发这个钱，不要同意行政院可以直接做裁员支出，否则以后我就照做了。那你还怎么办？来，博宇，最后30秒。我觉得接下来任何一件事情，也许很微不足道，但说不定都会造成最后结果的不一样。所以我希望至少在野阵营、国民党阵营里面。接下来这2天里面，认真努力拉每一张票，但是千万不要做任何让人家有机会见缝插针的事情。好，来，苏培30秒。台湾的人民到世界各个国家做生意，可是他都可以有意识形态。为什么独在中国做生意的人不能有意识形态呢？在中国做生意就要，然后支持大罢免，就要被中国共产党跟国民党拿出来批斗，抓出来批斗，这我们可以接受吗？而国民党居然配合共产党继续干这一件事情，难怪公民团体要对这些蓝委提出大罢免。到礼拜5。晚上10点钟，整个活动截止，剩下2天48个小时。48个小时以后，726投票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